见到神龙族一众神兽强者的离去，萧炎他们目望了些许片刻后，才收回那目光。大神斩前辈，明日我们前去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萧炎咽了一口唾沫，沉声道：这神龙族现在的行事作风完全与之前的不一样，我也不太相信他们真的会改邪归正，放下他们那坚持数百万年的称霸野心。大神斩这话一出，其中的意思也很明显，虽然他们答应了神龙族可以放下他们两族之间的恩怨，但是也只是选择去赌一把。不过祖龙族这般愿意赌这一把，也是考虑到神龙族是否真的愿意这样做。既然是对方这样提的要求，那么他们祖龙族也为了万兽神界的生灵再次选择去赌一把，当然同时也是将万兽神界的生灵作为了赌注。虽然祖龙族他们很不想这么做，可是他们也没法有其他种选择，毕竟祖龙族如今虽然底蕴在提升，可是却没有能够可以对抗神龙的神奇强者，所以他们祖龙族也只能出此下策。可是一旦神龙族说的是真的，那么祖龙族的这赌局就赌对了。造福万兽神界生灵是所有神兽族都想要看到的希望，所以大神斩其实也不太相信神龙族那些人所说的话。萧炎问道：没错，之所以答应他们，是因为就算我们不答应，他们也会想其他办法让你去帮助他们解决万兽之源的问题，所以能够让双方和谐地达成协议，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大神斩便是给萧炎解释道。大神斩的意思是说，不管这一次我们答不答应，神龙族都会以其他方法来让我去帮他们解决万兽之源的事情吗？想到这里，萧炎的内心之中觉得这神龙族还真是霸道至极啊。正是，不过这一切都是我目前的猜测，我也希望如他们所说一样，真的放下他们那所谓的野心。原来大神斩前辈答应他们是为了赌一把，既然如此，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如果到时候对方真的想要过河拆桥，我萧炎也答应过祖龙前辈，就算拼死一战，也会直接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萧炎的语气之中带着极其霸道之意，如果这句话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或许祖龙族的大神斩不相信，可是在萧炎的口中说出来，那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大神斩他们都知道萧炎是何等人物，他乃是天命之子，拥有极其强大的天赋，毕竟会如他所说的一样，没有半点的虚假。好，老夫看好你，就连祖龙大人都选择了你，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么现在你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明早我们一起出发，前往神龙族。大神斩哈哈一笑，对于萧炎他是极为的欣赏，虽然他的实力比起萧炎要高上很多很多，可是他坚信在不久的将会，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肯定会成为第一等级世界中的佼佼者，到时候就连他们这些三重天、半步四重天位神都要追逐着萧炎的脚步了。在萧炎与祖龙族的大神斩和众神兽强者告别之后，也在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准备好好的休息一番。毕竟明日就要去收服那分裂神火的第二道本源，也需要花费很大的神力和精力，甚至还有被神火本源反噬的危险，所以萧炎也要做一些准备。不管再怎么危险，这第二道的三昧神火本源必须要收服炼化。第二日清晨，东方的一轮耀日缓缓升起，第一束阳光照射大地时，祖龙族的一处最高山峰之巅处已经站着三道身影，其中一道便是萧炎，其余的两道身影则是祖龙族的大神斩和三神斩。至于二神斩就镇守祖龙族，虽然大神斩与三神斩是陪同萧炎去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萧炎，毕竟这一次是去神龙族，相当于进入了虎穴中，在别人的地盘里，一旦发生了冲突，都会变得极其的危险。所以本来这一次想直接派祖龙族的一些核心强者陪同，可是大神斩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亲自与萧炎前去比较好，至少自己那半步四重天位神的实力，可以压制神龙族诸多神兽强者。萧炎，准备好了吗？大神斩转头看了看自己身边的萧炎，出声道。后者点点头，神色也是变得无比的坚毅起来。大神斩前辈，准备好了？好，我现在就带着你进入神龙族的范围。说完，大神斩开始双手结印，一股可怕的神力被凝聚在了他的双手指尖上，最后化为一道光束，直接射入的前方的空间上。瞬间，前方的空间开始动荡起来，形成涟漪的波动，一波一波的传开。很快，便是看见那一处空间中有一个极小的黑洞，开始逐渐的变大，直至大到可以装下3个人的时候，才停止了下来。而他们眼前的黑洞，正是在大神斩那强大的操控下，连接到了神龙族的区域位置。旋即，大神斩率先一脚探出，直接钻进了那黑洞中。身后的萧炎和三神斩相互的对视一眼，也紧跟其上，化为一道流光，进入了那黑洞内。画面一转，黑洞内看不见任何东西，伸手不见五指，只有黑暗笼罩在他们的身躯上，但是却是有一道特殊的力量将他们的身躯急速传送到黑洞的另一尽头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萧炎在大神斩和三神斩的陪同下，看见了黑洞的远处有着一道微弱的光芒在闪烁。萧炎见状，眼眸一动，心里想着那微弱的光芒应该就是这黑洞的出口了。果不其然，萧炎3人的身影便是顺利的通过黑洞的传送，直接冲出了黑洞的出口点。一处望不到边际的虚空上悬浮着3道身影，他们开始打量着四周，只不过这里并没有美景，
而是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光秃秃的山峰，并且在这些光秃秃的山峰之上，没有任何的植物有生长此处，这让的萧炎有些吃惊。原本还以为神龙族会与祖龙族相差不大，拥有生机勃勃的山峰环绕，结果两族之间简直就是两样。这就是神龙族之地了吗？萧炎喃喃出声：没错，这里就是神龙族区域了，是不是很惊讶？原本这里有着与我族那边一样，拥有生机勃勃的茂密森林，不过此前的神龙族野心勃勃，一心想着要统治万兽神界，所以并没有利用他们的大能造福万物生灵，所以导致了他们所在的族中也少了很多拥有生命力的花草树木。这时候大神斩解释道，萧炎也有所了解。万兽神界的最强三大神兽族，神龙族是造福万物生灵，圣龙族是创造世间魔兽，祖龙族就是创造神灵之物，让所有人类或者是其他生灵都能够通过神灵之物成为神。那也是因为他们三大神兽族皆是有着这种特殊的大能，更是实至名归的成为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族。然而事情却没有那么完美，神龙族只想要称霸万兽神界，成为最强龙神，以至于导致了万兽神界内部征战无数。这数百万年以来，诸多神奇强者陨落，也有很多神兽族就此消失。这神龙族还真是让人都不敢想象，为了自己的野心能够实现，竟然将环境都给破坏了。萧炎暗自道，难怪很多神兽强者憎恨神龙族，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萧炎几人打量了片刻之后，在大神斩的带领下，直接穿梭几个蜿蜒小路，最后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大门之前，上面写着3个大字神龙族。而就在萧炎几人出现的瞬间，便是有着数名看守侍卫拦在了他们面前，喝道：来者何人？萧炎简单的2字一出，刚刚还气势汹汹的数名侍卫顿时态度大转变，恭敬的弯身道：原来是萧炎大人，昨天族里就吩咐今日有人会前来我族，刚才失敬，还请萧炎大人不计前嫌。萧炎也是这几名侍卫的转变速度而感到吃惊，这简直就是可以去当演员了呀。但是萧炎也并没有与他们多交流，带着眼前数名侍卫对着他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萧炎3人也便缓缓地踏入了神龙族的大门。而在大门的背后有着一个极其广阔的平原，四周也都没有什么建筑，仿佛就是一个无人区一般。但是很快就有一道流光朝着他们这边急速掠来，带着光芒消失后，一道身穿暗红色紧身铠甲，将自己的完美身材体现淋漓尽致的惊艳女子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对方浅浅的微笑也是看得让人赞不绝口，没想到神龙族之中竟然也有着如此绝美女子。想必你们就是神龙大人所吩咐要以贵宾相待的萧炎以及祖龙族的2位神斩吧。一道拥有让无数男子都会折了腰的声音悠悠地传入萧炎他们的耳朵里。萧炎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绝美的惊艳女子，轻声道：你是？我是负责来迎接你们的负责人，叫我婉言就好。毕竟神龙大人对我郑重地说过，今日必须要热情服务几位，那么现在我便带你们去万兽之源。婉言说完后便是优雅的转身朝着神龙族的深处掠去。萧炎与祖龙族的大神斩、3神斩相互对视了一眼后，也爆发出惊人的速度，紧跟其上。不过萧炎在飞行的过程中也用神境灵魂感应了整个神龙族的每一处角落，惊人的发现这里的神渊之气竟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浓郁磅礴，甚至比起当初第一次进入祖龙族时，这神龙族的神渊之气更是稀少了数倍。神龙族身为万兽神界最强的3大神兽族之一，按理说族中的资源应该极其的丰富才对，为何现在就连神渊之气都办得如此的稀薄？在这种地方修炼，就算是以萧炎的天赋，恐怕也很难有所实力上的提升，就算有着提升实力的希望，恐怕也不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在萧炎疑惑之际，那位惊艳女子的声音打断了萧炎的思绪。到了。几人缓缓落地之后，便是看到了与在祖龙族相差不大的万兽之源呈现在了萧炎的眼前。或许今日是萧炎来此解决万兽之源的原因，神龙族的一些神兽强者竟是一早就在此处布满，变得无比的热闹和喧哗。如果是放在平日里的话，这里可是很少神兽会去这里踏足，毕竟这里的神渊之气比起其他区域更加的稀薄，很少神兽会来到这里。今日之所以有那么多神兽齐聚，是因为连神龙大人找了一位可以收服万兽之源中的那一道神火本源。看到了如此多的神兽强者后，萧炎的内心也是有着稍微的震撼，不过他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不远处的万兽之源。虽然与祖龙族的万兽之源有些相似，但是仔细去对比的话，还是有着不同的区别。神龙族的万兽之源上方有着红色的能量正在疯狂的波动着，看似也是极其的不规则在旋转，但是表面上看是不规则，如果仔细去瞧的话，其中则是非常的有规有矩。这万兽之源是神兽的核心之物，它们的能量都是来自于万兽之源的供给。如果万兽之源的能量越大，那么它们的血脉力量也就会越强。这就是神兽与人类修炼的不同方式。神兽可以通过万兽之源的能量来提升自己的修为实力，而人类只能通过神元之气的修炼，或者是一些强大的本源，才能够提升修为。当然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一些稀有的罕见提升修为也是存在的，
这万兽之源背负着一个神兽族上下所有神兽的重担，一旦万兽之源出现了问题，那么所有神兽的徐血脉力量就会越来越弱，甚至还会无法再修炼。这也是神兽的一个巨大的败笔。虽然可以通过万兽之源来提升自身的修为实力，但是有利就有弊。神龙族的万兽之源也是一道巨大的圆弧建筑，远远看去就是一个巨大的深井，在圆弧的周边有着一道若隐若现的封印屏障浮现而出。很快，萧炎就释放出自己的神境灵魂力量，不断的在探测万兽之源内部的情况。在这道封印上，萧炎感觉到了有着一股可怕的封印力量，而且与祖龙族的封印一模一样，难怪能够封印住其中的神火数百万年的时间。当年三龙一同施展的神法封印究竟是多么的强大？而在这圆弧之内，那红色的能量不断的在其中弥漫而起，这就是与祖龙族的万兽之源有些不同的地方。祖龙族的万兽之源是金色为代表，而神龙族的万兽之源乃是红色为代表，这就是神龙族的兽心本源无疑了。也就是这兽心本源，使得神龙族的所有神兽强者变得强大无比，但是如今也同样遭受到了在其中那一道神火本源的侵蚀吞噬。在这红色的能量中，还有着一股无比炙热的能量，这股能量正是三昧神火的另一道神火本源。此时这三昧神火的本源正在不断的侵蚀着万兽之源中那红色的能量，并且近乎极其疯狂的在吞噬着。不过那兽心本源也是发起着反抗，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被神火本源吞噬，就算兽心本源再强大，怎么可能是神火本源的对手？更何况这还只是三昧神火本源中的1/3本源而已。如果是完整的三昧神火本源，怕是能够轻易的将这万兽之源中的兽心本源吞噬殆尽，一点都不带剩的。因为所有的本源在大纣神物的神火本源面前，一切都会变得极其的渺小。神火能够焚烧万物，任何东西只要被神火缠上，最后都会被焚烧成虚无。而且现在神龙族的这万兽之源内的兽心本源已经逐渐的变弱，再持续下去，被神火吞噬殆尽也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也难怪为什么神龙族这么着急的想让萧炎这么早过去解决的原因了。萧炎小友，你们来了。一道声音由远到近，紧接着他们的上空处竟是扭曲了起来，几道身影出现在萧炎等人的眼前。来者正是神龙族的3名神斩级别的神奇强者。刚刚他们发现此处突然有了几道强大的气息波动，便是想到应该就是萧炎以及祖龙族之人，结果来到这里后，才真是萧炎以及祖龙族的2位神斩。见过祖龙族的沈大神斩和3神斩，你们先休息一下吧。万兽之源的事情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解决的。神龙族的大神斩台态度非常的友好，脸上挂着一抹和善的微笑。你们也看到了，如今我们神龙族的惨状，在相比之下，我族的万兽之源隐患比起你们祖龙族还更多的有危险。不过能够得到萧炎小友的出手，我想这危机也很快就会过去了。此时萧炎也发现了神龙族的万兽之源的确非常严重。如果此前祖龙族的万兽之源需要再经过数万年才被神火本源吞噬殆尽，而这神龙族的万兽之源则是不到1万年的时间就能够彻底的被侵蚀干净。看来神龙族中的3昧神火本源更加的恐怖。想到这里，萧炎的神色也开始凝重了起来，而且也不保证能够100%分的收服3昧的神火本源。看见萧炎里脸上的变化，神龙族的大神斩也是第一时间发现异样，便是轻声询问道：萧炎小友，是有什么问题吗？我感觉到万兽之源内部的那一道神火本源不同于当时我在祖龙族收服的那道神火本源，你们这的神火本源似乎更加的恐怖与霸道，我也无法保证可以彻底的将其解决。萧炎也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给讲了出来，如果到时候真的无法将其收服，就怕神龙族因为此事为由对祖龙族以及他进行一系列的争斗。看得出萧炎的顾虑，神龙族的大神斩哈哈一笑，双手附在后背，喃喃道：萧炎小友不必多虑，不管这一次有没有成功，只要尽力了就行，能够解决这万兽之源的问题，那自然是最好。如果真的无法解决的话，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事情来怪罪你们，更不能会打破我们之前说好的原则。闻言，萧炎以及祖龙族的2位神斩暗自也松了一口气，特别是萧炎，他现在可是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其实这责任他可以选择不背，可是为了变强大，他这一次也不得不背起这重大的责任，不然对方所说的是真是假都要赌一赌了。萧炎心中也是决定，必须尽全力的帮助神龙族解决万兽之源的这问题。你们的神龙现在在哪？萧炎问道。神龙大人马上就会过来，还请萧炎小友放心，今日重大之事，神龙大人必定会到场的。神龙族的大神斩微微一笑，萧炎则是似笑非笑的望着神龙族的大神斩，心中想着这神龙在搞什么鬼，当事人竟然还不早一点出现。毕竟想着说，如果有神龙在的话，可以联手辅助自己，这样还能够提高收服神火本源的几率。而就在萧炎刚欲再说点什么时，突然他体内便是发生了变故，体内的暮光之火竟是直接破体而出，在萧炎的周身边环绕着。这一幕直接令得萧炎有些震惊，这也是暮光之火第一次在没有萧炎的召唤下自行出现，
而只要不是萧炎去催动出来的火焰，那么就是暮光之火感应到了什么，才会有着如此猛烈的异动。暮光之火先是在周身环绕几周后又直接朝着万兽之源中暴掠而去。萧炎目光中充满着疑惑，不过很快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自己的暮光之火不仅离体，而且还想要直接冲入万兽之源中。看到暮光之火的举动，萧炎的脑海中瞬间浮现无数个猜测，这可不是暮光之火自己想要破体，而是他被这里的某一种能量产生了共鸣。难道是暮光之火与万兽之源内的那2道神火本源产生了影响，并且这才导致直接让暮光之火自主冲入万兽之源中？那么这又代表着什么呢？而就在萧炎费尽心思去想的时候，粉老那急促的声音顿时在萧炎的脑海中轰炸开来。小家伙，快召唤回暮光之火！那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想要与暮光之火进行融合。粉老的话简直就是一道闷雷炸响声，直接让得萧炎的身躯微微一颤。不过现在他也并没有想那么多，既然粉老都如此紧张，那就说明此事有些难搞了。小家伙，还愣着干什么？快点将暮光之火召唤回来，不要让这2道神火本源碰在一起，不然的话，待得它们进行融合，将会激活出3昧神火2/3的力量。到时候想要收服神火本源就非常的困难，甚至还会被神火本源所吞噬，将会一发不可收拾。见到萧炎没有任何的动作，粉老的声音再度急促地传了出来，而被粉老的急促声影响后，萧炎也是从刚刚那疑惑不解的问题中恢复了过来。好，知道了，我不会让第2道神火本源得逞的。瞬间，萧炎体内的神力暴涌而出，然后对着即将要进入万兽之源中的暮光之火施展出了强大的吸力。然而距离那万兽之源不到几米距离的时候，暮光之火顿时被一股无比强大的吸力给笼罩而下，停止在了那处空间。萧炎见状，也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照粉老刚刚的说法，如果真的让暮光之火与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融合的话，到时候不仅失去了暮光之火，还要被第2道3昧神火本源所吞噬，这肯定不是萧炎最想看到的结果。那个时候，就算是自己有焚神诀，恐怕也很难将其收服。毕竟仅仅一道分裂神火本源，就让一名4重天位神实力的神龙都感到力不从心。如果再融合了暮光之火的力量化，那么3昧神火就恢复到了2/3的力量。届时，萧炎想要收服第2道3昧神火本源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所以现在不管如何，都不能让暮光之火与万兽之源内的神火本源融合。暮光之火收！萧炎一道低沉的声音自喉咙间传出，体内的神力疯狂地运转着，将刚刚所施展的吸力达到极致。不过就算如此，萧炎也未曾能够将暮光之火顺利地收回，并且现在的暮光之火正在处理双方一直拉扯的状态，犹如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般。只要任何一方最后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暮光之火就会被强大的一方给夺取。真是该死，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拉扯力？再下去，恐怕我都坚持不了多久了。看来还是我小看了这第2道神火本源的力量。想到这里，萧炎的脑海中便是萌出一个方法，既然对方也是火焰，那么就召唤出地炎和幻虚来试一试这第2道神火本源的力量，看能够找到对方的空档。很快，萧炎的身上再度涌出一团炫白色的火焰，这一团炫白色正是地炎和幻虚的融合出来的火焰。毕竟随着自身的实力越来越强大，如果单单只用地炎的力量来震慑对方的话，目前在第1等级实际中是无法做到这样的效果。而唯一能够让第1等级世界中的这些神奇强者震慑到的，唯有大咒的神火。萧炎将地炎与幻虚神火融为一体后，可以让幻虚神火再次得到力量上的提升。虽然依旧无法与排名第8的神火相媲美，可是至少依旧让幻虚神火提升了一个新的阶梯。所以萧炎在释放出炫白色的火焰时，这片天地间的温度骤然升高起来，让得不少神龙族的神兽感到一股炙热的力量正在焚烧着他们的身体一般。一些实力仅在序列神领域的神兽，竟是身体异常的滚烫。如果他们再不离开远一些距离的话，恐怕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会被炫白色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炙热给灼伤。一时间，神龙族的这些神兽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时。神龙族的几位神斩级别的神奇强者开始施法，在众神兽的眼前凝聚出了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止了这股炙热能量的席卷。让你尝一尝融合了地炎后的幻虚神火。萧炎银牙一咬，双手再度一变，将自身的神力以及神境灵魂力量都释放到了极致，直接极其精准地控制着炫白色的火焰，当即直接化为一片炫白色的火海，朝着万兽之源之处蔓延而去。火海所过之处的空间竟是被火海的高温所影响，直接是变得格外的扭曲。只有神火的力量才能让第1等级世界的空间出现扭曲之态，不然就算序列神再强大，也无法影响到第1等级世界的空间。所以序列神或许在第3等级或者是第2等级极其的吃香，可是如果在第1等级世界，那么就另当别论了。在神龙族诸多神兽的目光注视下，那炫白色的火海越来越汹涌，直接弥漫至整个万兽之源。在炫白色的炙热焚烧下，这片空间都变得极度扭曲起来。或许见到炫白色火焰的力量，万兽之源中的第2道3昧神火本源忽然间将自身的全部神火力量爆发，因为这一次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如果成功融合了暮光之火，那么
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道神法封印。只要有什么东西阻止他的话，他就会全力阻止。虽然说他现在仅仅只有1/3的神火力量，但是也足以与幻虚神火和地炎的威力抗衡。虽然9道神火皆是万火之神，从某一种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强弱之分，毕竟他们都是神火。但是从神火本源的力量上去比较的话，那么就会是一个天差的别。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现在3枚神火仅有1/3的本源，也能够拥有着与地炎和幻虚神火对抗的资格。在第2道3枚神火本源全部爆发出来之后，有着一道极其特殊的能量正在入侵炫白色火焰，而且这道特殊的能量在冲入炫白色火焰中时，直接令得萧炎都大吃一惊，因为这道特殊的能量竟是直接以更可怕的焚烧力量，直接吞噬了地炎和幻虚的力量，最后直至蒸发而去，使得地炎和幻虚的力量逐渐的变弱。这是怎么回事？地炎和幻虚的力量在减弱。萧炎一惊，他也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震撼画面。这第2道的3枚神火本源究竟是什么样的可怕存在？